大家好，我是 Spacer，然后是 EOSPark 的开发者。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准备做一系列关于如何使用我们网站的使用说明。然后这次呢是第一期，我们先介绍一下怎么用这个智能合约验证。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功能。大家都知道，在大家常用的一些 App 里面呢，它们都是中心化的。他们是中心化的意思是说，服务器和数据都是存在他们自己那个私服上面的。然后呢，这些代码呢也大家都是看不到的。即便开发者将代码开源到 GitHub 上，但是呢，用户呢也有理由去质疑它开源的是一条代码，然后实际运行的呢又是另外一条代码。但是开发者呢肯定也很郁闷，也不知道。他总不可能把服务器的密码也公布出来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区块链的优势了。区块链这边呢，就是因为它的数据和代码都是存在链上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呢，因为代码和数据都是开源的，所以说大家才能用真正开源的，所以说大家才能够放心的用它。但是在 EOS 上面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部署上链的代码，它实际上是二进制的，它并不是人类语言程序员能够读懂的源代码。所谓二进制呢，就是源代码编译之后的结果。然后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将作者开源的源代码用同样的方式编译一遍，拿到二进制之后，然后再跟它部署上链的二进制进行比对。如果说一致，那么就说明它开源的这段代码确实就是链上实际运行的代码。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做那个 EOS 合约一致性校验的理论基础。我操！然后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用这个功能。首先我准备了三个账号分别是一个是从来没传过合约的，还有一个就是已经经过一致性验证的，再一个就是合约升级了，但是没有经过验证的。下面我们一一介绍一下。第一个，首先在搜索框里输入它的账户名，然后账户名呢会进入它的账户页面。然后如果说这个账户它上传部署过智能合约的话，它旁边就会有一个查看合约的一个按钮啊，我们点击进去查看合约，进入它的合约页面。合约页面呢，就有一个很醒目的标志，就是说这个合约开发者还从来没有进行过一致性校验。这边就是上传合约的按钮了，这边就是部署，就是编译版本。编译版本有很多种，自己选择一下自己当时上链的版本。然后呢，编译选项里面还有一个操作系统就是 Linux 还是说 macOS。现在这个同样的编译版本，同样的代码，如果说你用 Linux 上面编译和在 Mac 上编译出来的二进制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个是算一个 bug 还是什么。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编译选项，有一个选项就是编译选项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说目前默认的代码里面，默认的脚本都是-O3。会 C 加的大家都知道，可能有-O1、O2、O3 等等之类的这些优化选项。然后呢，其实还会有一些别的，比如说像-OZ 还有-OS。我们目前是先支持的-OZ 吧，看看使用情况。如果说用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也会支持-OS 之类的。这个 OZ 跟 O3 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它可以编译出来的二进制会更小一点，小就代表着你部署上链之后的那个 RAM 也会更小。RAM 更小就代表着你部署这个合约花费的 EOS 也会更小，因为 RAM 是拿 EOS 买的嘛。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开发者的成本。接着上传代码的话，文件名一定要有后缀，要么是.cpp， 要么就是 .hpp， 没有后缀的话会编译不过。然后源代码就直接贴源代码就行了，有多少个添加多少个，最后提交到之后呢，我们后台也会处理，后台的处理方法跟
跟你自己部署上链的时候方法是一样的，就是用你这些编译选项选择对应的版本和然后和系统版本还有那个编译选项来编译你的上传的这份源代码，然后编译出来的源代码跟上端的链上的代码进行一致性比对，如果说一致了，那么就算通过了一致性校验；如果说不一致，那就是可能需要检测一下源代码是否是上链的那个代码，还是或者自己重新选择一下这几个编译选项，比如说版本啊、操作系统之类的。好，我们这边再看一下下一个已经通过一致性校验的账户的实例。好，这个账户呢就是已经通过了一致性校验，这边有一个很醒目的提示，下面就是展示它的源代码，这是它的源代码，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源代码自己拷下去，拷下去之后在自己的本机上编译。当然我们目前这个页面呢没有展示，目前这个页面呢还没有展示出这份代码当时的编译环境，比如说它的编译版本啊，然后操作系统啊，还有编译选项，这个在下一次也会做优化展示出来。当然前面那个上传源代码那边我们也会支持压缩包上传的，也是下一次版本的更新内容。好，我们再看一个，当时这个是合约验证已经通过了的情况。当然你如果说比如说开发者发现合约上面有个 bug， 或者说有新特性要加进去的话，就需要升级合约。升级合约的话跟以太坊不一样，以太坊升级合约你可能需要重新申请一个账号，然后在 EOS 这边呢申请合约你直接重新部署一遍合约代码，就新的合约会覆盖掉旧的合约，所以那么你升级链上的代码升级之后，你这边上传的源代码其实就已经过时了，就已经过期了。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网站是有一个很醒目的提示，大概就长这个样子。这是一个之前通过了一致性校验，然后呢它又升级了版本，升级了链上的版本，然后呢没有再次来我们这边校验，来网站这边校验一致性的时候的情况，就说这边会很醒目的提示说，这个版本链上升级了，但是呢还没有重新校验，重新做一致性校验。所以这份代码实际上是已经过期了的代码。然后它需要，然后一个按钮重新上传源代码的按钮也就出来了，然后逻辑呢也跟那边是一致的，重新上传一遍源代码。好，这边基本上就是关于合约验证的所有内容。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欢迎。